不然我们来访问一下在场你找到收妹的你们。不知道收妹，我收妹就是我的心理咨询师，可以跟他无话不谈。喂，你好，我是 Miss Song。喂，你好，我是 Miss Song。喂，你好。喂，喂，请问是 Miss Song 吗？啊，是 Miss Song。请问你来自这很重要吗？屏东？就是我感觉那是来自屏东的。请问你怎么称呼？我是麻辣王，麻辣王。麻辣王你好，请问有什么困扰吗？有点难以启齿，就是啊，你尽量讲快一点，因为我们影片有限，谢谢。我不可以在这个影片出现5分钟吗？我就是啊，最近睡觉的时候很难睡，有时候会失眠。我就是找了很多方法，然后我还换了我的床，然后还去选了高级的床单，还是睡不好是吧？一开始觉得很舒服很舒服哈，很舒服啊，但是睡起来之后还是觉得很累很累。那你最近有什么困扰在影响你吗？工作上啊，感情上啊？有些人有点讨厌哦，工作上有些同事有点讨厌，但是也有讨厌到那个程度会睡不着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哪里有什么问题。好，没问题的。巴拉，我大概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那你要 Miss Song 是 Miss Song，你要听我的故事。我们剪接是会崩溃。那就先这样子哦，送你离开。啊 ，Miss Song，等一下给你一些不专业、听听就好的意见。好，你要给我一些。谢谢巴拉王，谢谢。你最近的那个来电的越讲越长啊。喂，你好，帮我转接 Utopia 的那个 Carol 老师，我这边有一些心灵咨商的部分想要请求他，对，反正帮我找他就对了，谢谢。欢迎我的瑜伽老师 Carol。对，大家可能有在别的 YouTube 影片有看到我的老师，因为我推荐他就是对，剪掉重来。老师，是我刚接到一个电话，是他就说他都睡不好，工作上好像也还顺利，没有什么特别阻扰他的思绪，就是他晚上就是睡不好。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很常耶，很常会有这些东西。可是后来就是多了解一些心灵层面或者是 wellness 这些路线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改善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今天来聊的就是心灵保养，所以我们就有可能3大类型，我自己实验过的几个类型。第一个可能就是比较偏向身心灵都保养到的，就运动类。当然有些男生或是女生就很喜欢去健身啊，因为觉得健身的当下我有抒发我一整天的不开心啊或者压力什么的。其实我是那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不好，然后才开始慢慢接受瑜伽。我也是做了8年才发现瑜伽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我自己是静不下来的人，所以我要透过瑜伽才可以慢慢的进入到我心里面，才发现这是另一种的冥想方法，越来越多跟自己的对话，然后越来越把自己慢下来，就发现其实快乐真的是你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东西就不一样。但你真的是每个礼拜固定上瑜伽，一开始真的是因为你。因为你的瑜伽课就是一开始就给大家很多正能量，然后就是会真的让我做完瑜伽，除了我身体被拉开之外，我的心灵也被疗愈。让我知道瑜伽不是一定要做到怎么样，没有做到也没关系，就是一次一次突破自己就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有让我慢慢觉得瑜伽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心灵保养。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生活太忙碌，所以都会有一个状况，就会是我其实真的过得不开心，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一般人其实每天生活很忙碌，回到家可能只想要放松看电视，可是当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资讯量进来的一个时刻，其实你不是真正的跟自己对话，或是真的放松。像我最近也是有在练习睡前5分钟冥想，因为我以前觉得我冥想一定会睡着。我其实之前做瑜伽，我最喜欢就是那个大休息，因为大休息原本就是躺在那，我想说哇太舒服了吧，这样然后就睡。你给自己每天5分钟也好，就那个当下你什么都不要想，就专注在自己的呼吸，这真的会让你一整天的精神，或是让你睡觉前有很大的改变。对，我觉得就算是活在当下呀。对，它现在就是在让你拉回当下。我有遇过一个也是做瑜伽的人，他跟我说，你可以检查自己能量有没有被卡住，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老师来，我们现在大家就一起检查一下，要怎么检查？怎么检查呢？就比如说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你想不透的时候，你给自己30秒的时间，这30秒时间看你可不可以有别的想法看这件事情。比如说好了，你现在开车，然后遇到一个堵车，然后你觉得哦天哪，我现在来不及了，我现在就心情很不爽。可是你可不可以在30秒说哦不会啊，我现在静下来，这窗外还蛮美的，前面有车，换一个方法在那个当下。是应该是说，因为本来就有很多外在状况会阻扰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但是你要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是可以得到享受或是不同的成长跟体验。就可能在塞车的时候，我是不开车啦。你塞车的时候有什么可以那个？因为现在音乐的平台都会有一些歌单，就会有各种睡前啊、疗愈啊、冥想的这种。对，如果在这种状态下，我可能就会听这个。我后来也是用一些听音乐的一些 app， 有啊，就睡觉前，我睡觉前就会听，然后就觉得哦，好像就是跟着那个波就是这样飘了，然后这样放松，然后就可以好好的睡觉。你有尝试过一些比较神奇疗法吗？身体疗法，因为有些人很明确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个性，但像我就是那种一直对这个宇宙跟这个世界都很有开放的心，所以我就会参加什么算命盘啊，或者是人类图啊，还有一个是潜意识也蛮妙的。怎么用？它就是透过一个仪式，然后跟你的潜意识对话。那时候一整年哦，每天睡觉前都会思考同一个问题，可能感情的问题，我觉得每天睡觉前就会一直想到后面1年成为一个习惯了，我就已经不知道我想是为了真的想要知道答案，还是只是想说想一想这样，所以一整年我都睡不好。但我就去给那个导师看，我应该觉得很妙，我想说用一个科学试探的方式，我就什么都没有跟他分享，但他就列一个表格，最后就是说，你可能3岁发生什么事，17岁因为你曾经在感情中受创，所以导致你最后你有一个大脑墙，你觉得男人都会劈腿，类似像这样。就是一个很明确一个大标题，然后帮你分析，找到你发生什么事导致你现在这样，然后就拿一个像消磁机的东西，就帮你消掉。原来你有，你说那个这样消除，好酷哦！我原本想说，因为走出去当下，你只觉得很像做心灵咨商，就是跟一个人聊天，让我觉得心情很舒服。可是我想要过了1个礼拜，我就真的没有在想那件事情了。对，但是那个老师是不是一只狗？还是一个黑人？还是 Wilson？ 因为我还蛮多朋友就是会去心理咨商，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心理咨商是不是给真的出了，或是你真的有什么很重大的事情发生，或是有问题的人才去。可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这种课程是真的可以解决很多现代人的焦虑啊，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找一个人聊天，其实那个也是一个蛮心灵舒压的方式。第3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刚聊的什么？另外一个 soulmate， 对，找到重要的 soulmate 也会是一个蛮好的心灵保养，可以帮助你就是自我啊，或者是事业上都会有更好的突破。那你 soulmate 的定义是什么？无话不谈，能够谈心，然后可以分享彼此的一些最私密的一些想法，不用担心会被批评，或者是难得的 soulmate。不然我们来访问一下在场没找到 soulmate 的你们，我们我同级别啊，不知道 soulmate， 我的 soulmate 就是我心理咨询师。我可以跟他无话不谈。对，感谢自己教我们一个呼吸法。呼吸法，我们还来我加呼吸法啦。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就是鼻子很容易过敏，或者是睡不好，然后之前 Carol 就教了我一个做瑜伽时，或是你白天你想要让脑袋清醒的一个方法。先把你的太阳右边的关起来，然后吸4秒，吸完4秒中间憋气4秒，然后憋完气4秒，把右边的鼻孔放开，吐气8秒，然后再来从同一边4秒。憋气4秒，吐气另外一边8秒，这是一个 run。然后你的手要这样，这是什么？其实这2个会一起把你的鼻孔黏住，所以你的后面2只手指头会把你的鼻孔完整的盖住它，这样就可以盖得紧紧的。对，这是关键。然后吐气就是要慢慢的，也可以排身体的一些压力啊什么的，慢慢的放掉。早上起来的时候，在办公桌前就可以做个5个 round 试试看。那我今天可以分享，就是刚刚那个 call in 的拔蜡王，对，拔蜡王睡不着怎么办？那我们今天就分享一个呼吸法，在睡前可以做。好，那这个呼吸法它叫做，它会发出一个蜜蜂的一个声音，叫的一个声音，所以它会叫蜜蜂式呼吸法，也可以这样称呼。那怎么做呢？又跟手有关了，那就是说我们要这样做。好，我们的大拇指呢会把我们的耳朵这个关起来，好，你的嘴巴牙齿就是咬合，然后把你的舌头顶住牙齿中间，然后嘴巴闭起来，吸气用鼻子吸，吐气的时候用嘴巴，你会发现那种共鸣的声音。好，我们开始可以把我们的耳朵盖起来。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做3个 round， 吐气就试着把气吐完再吸，不用管任何人，自己。好，开始，眼睛盖起来，
有什么感觉？睡着了。其实它的那个的共鸣声就会影响到你的大脑的那个音波，所以其实会同时让你专注在呼吸，然后又同时让那个震波影响到你的大脑，所以会让你慢慢的放松下来。它可以帮助你更 focus 专注工作，然后还可以帮助你平衡你的高血压，或者是睡眠失眠的时候调整回来，可以试试看。法拉王可以吗？法拉王，小美睡得好。法拉王。挂我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就要用我们吃上 Carol 老师瑜伽最后的结尾来跟大家说再见了。是的，好，我们来闭眼睛，感谢我们自己今天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感谢我们今天的分享，感谢我们自己保有一颗最纯真、最感谢的心。好，我们深深吸一口气，好，慢慢的吐气，眼睛打开 ，Namaste，Namaste，下课。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心灵保养的方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或者是特别的经验可以跟我分享呢？ Mason 在最后也给大家一些不专业听听就好的建议。现在的人呢，工作每天都非常忙碌，然后要负责的事情、要承担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常常呢会忽视掉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我觉得不管用哪一种方法，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那最后提醒大家，照顾别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照顾自己哦。祝大家 sweet dreams， 一夜好眠。下班。